好，我们来关心这一回真的是奇怪了、北韩这次修宪，而且非常的诡异哦。他修宪说要落实，难道要落实两国论吗？因为呢，在这个新的宪法之内，竟然删除了这个南北韩国家统一的这个话语哦，并且呢，确定了国家的元首，也就是金正恩本人。那么还确立了就是核武的指挥权。现在看说要把这个核武呢给入宪，是不是因为看到美伊战事，所以他们要把核武给入宪呢？金正恩他这边说绝不会放弃核武来护身哦。那么今天就这些议题，我们会一起来特别做关心。这次修宪真的不是小修，我们要赶快来看到，其实呢，整个国家的叙事可以说是重新来改写了。新的宪法有几个变化很直接。第一个，我们来看到，刚刚特别讲到了嘛，最新的这个修宪的宪法里面，把这个全面删除的字眼，包括了民族统一，全部都给删掉，被大家解读说，现在是意思说要走向两国论了吗？第二件事情是地缘关系的改写，已经不会刻意谈说南北韩在这当中有一个海上的边界了，也就是把它弄得这个边界变得很模糊。第三件事情是金正恩的地位升格为国家元首啊，就是国务委员会的委员长，也等于国家元首，掌握了国家的最高决策权。那同时呢，把核武也一起写进了宪法，也就是呢可以授权核武的使用权。再来就是把这个南韩定义为敌对国，降低这种敌对的态势，删除帝国主义侵略者或者是解放被压迫剥削的人民，到底怎么一回事？他这一切的大动作修宪，难道是要走向两国论吗？那我们也来假设一下，如果国家走向两国论的话，未来是说战争可能变得军事冲突，战争可能会变得更可能发生，还是变得和平关系比较有可能去做发展？金正恩的盘算到底是什么？那赖老师怎么看？我觉得目前来说，金正恩放弃了他祖父啊，他的祖父当时就是要统一韩国啊，所以跟南韩爆发了冲突啊，现在各说各话啊。南韩认为是朝鲜侵略他、攻击他，先发动战争要统一。那朝鲜说是你韩国啊先主动啊攻击他，所以要完成统一。但是当时的南北韩都要完成统一。所以当时的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跟统一有关，因为他的祖父当时是要用武力的方法要统一整个韩国。如果就韩国人的论断来说的话，是这样的。那金正恩的这次的修宪等于是推翻了他的祖父的一个主张，就是用武力来统一。可是问题就在于，他虽然没有在宪法上把韩国定为敌对国。但是他们过去在内部的政治文件里面，尤其金正恩自己也本身也亲自讲过，韩国是他的敌对国。那时候是尹锡悦总统时代，是尹锡悦的时候，韩国是他的敌对国，所以未来不排除朝鲜把韩国并吞。并吞？当然可以并吞了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。那我未来不排除我把你并吞了。如果你是我的敌对国的话，那我可以并吞你。那我并吞了以后，那并吞的人民就是被统治的人民，就是次等人，就像台湾当时被日本这个所殖民的是一样，就是二等人、次等人。那未来韩国的人就是朝鲜的次等人，你这不能排除。所以我觉得并不是说朝鲜他承不承认两国论的问题，是他自己已经独立成为也不算独立，他并不统一了。他不想完成统一了，他放弃了他祖父要统一的这个遗志那他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了，但是韩国会不会成为敌对国？那可是也可不是。尹锡悦的时候是敌对国，对，非尹锡悦时代的时候，目前来说看起来非敌对国，但是之后如果变成敌对国的话，他就可以把它并吞了，那又不一样了。是好，那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的宪法当中，我们还要特别关注到，就是写进了这个核武入宪，是不是因为看到了这个美伊战争，所以北韩特别的紧张呢？那另外就是北韩驻联合国大使也说了，北韩不受到禁止核子扩散条约的约束，外部施压也没用。那厉将军又怎么看？我觉得金正恩很明显的，他想画地为王了，他不想再跟南韩有所瓜葛。自己在北边他就称王了哈。你看从这次修宪里面，他删除很多项目，增加很多东西，譬如说
他以后来讲不受他们自己所谓国会的干涉，对，那等于说有一点土皇帝的味道，然后他也自己有权可以随时使用核武器哈。那我认为为什么金正会这种想法？我觉得第一个可能他认清楚现实，他第一个认为他如果说是要跟他祖父一样要再去统一南韩的话，那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任务，因为南韩现在有美军在那边协防状况之下，他不太可能获得这场战争的胜利。那他还不如趁着他现在自己画地为王，然后掌管整个整个朝鲜哈。那第二个，我觉得金正恩会有这种想法，是不是也为他女儿在铺路哈？这个如果说他在这一代，他前面2代都已经没有办法统一韩国了，那你说他如果说要扶持他女儿，将这个重责大任交给他女儿更不可能达成，所以干脆在他自己任内，他就做了这个工作。但你要知道，如果说是他真的化成2国论以后，2国之间军事的关系就很微妙的改变。以前来讲，如果说是不管是南韩攻打朝鲜或朝鲜攻打南韩，他们都认为定位为自己国内的内战，那互相打来打去。但互相是一个国家之后，你去攻打另外一个国家，包括如果韩国去攻打它，那就变成侵略战争，美军变成侵略战争，那就要接受联合国或者是国际的制约哈。所以他是不是想说借着这样修改之后，我就干脆画地为王？再来，他自保的武器什么？就是核子武器嘛。那他也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啊，事实上也证明他已经拥有了核武。核不扩散条约是在这个1970年的时候经过很多个国家大家开会协商通过，在1970年通过，大家不要核扩散。可是我们看到现在虽然说这个条约签了，但是对全世界拥核的国家几乎是没有什么约束力，尤其是说这个金正恩看到这次这个伊朗的战争，他也认为说是伊朗就是因为没有拥有核武器，他也看到乌克兰因为没有核武器，所以会被别的国家攻打，被别的国家揍哈，所以我认为金正恩在这种状况下，他会更以这个永和自保了。我们不能讲说永和自重，但是永和自保，他会不停的跟全世界各国讲说，我拥有核武器，你们不要打我。那但是你要知道，美国会不会允许他？美国他可能还会继续去制裁他。可是就安全跟经济2者，还有他个人的这种政治前途来讲的话，这个饿肚皮对被制裁，穷的苦的是这个朝鲜的老百姓，可是他一样保有他这个元首的一个地位。当然，我觉得说在各种考量之下，他可能会以拥有核武来自保，是他最重要的一个选项，也是他唯一一个选项。是好，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金正恩大动作，是不是如将军带我们特别看到，就是画地为王，直接说朝鲜南韩是一个国家。那同时是不是真的是为了13岁他的女儿金主爱未来接班开始做铺路吗？因为有几个焦点，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在做铺路？也就是因为金主爱最近常常出现在大众的面前，包括跟他的父亲一起参加军事行动，军事的活动，然后再出现在飞弹的试射场，还有开坦克的画面。再来就是他的衣着被大家说越穿越大人化，越来越正式，穿套装啊、裙装正式风格，有时候还跟他的父亲一样穿这种黑色皮衣，营造父女同款，有点像是权力的延伸、权力的象征。杨老师怎么解读？是啊，你讲的没有错，因为在北韩这么高度符号化的政权呢，服装不只是审美，其实也是一种政治的表现。那金主爱作为金氏王朝的第4代嘛，那他虽然只有13岁，可是他4年之前，在2022年，那个时候北韩在试射新型的弹道飞弹的时候，他就在那个时候出现。那个时候出现，他穿的是什么衣服？就是大衣。有一点白色，显现着好像是跟金正恩是一个温暖的一家人，那但是他从来没有跟他的父亲和母亲同时3人出现，所以他都是跟他父亲而已，因此那个时候虽然他只有9岁多，但呈现的你看是一种温暖的家人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这个领导人、领袖的家人。可是很快的大概在1-2年之后，他的服装就开始改变了。那比这个思敏主持人服装改变还快，那他改变变得比较成熟化了，穿那种大衣的双排扣，有一点慢慢的接近金正恩。那这几个月他的服装2大特点，
军装、皮衣，这个基本上是金正恩的这个标配啊。也就金正恩他现在作为北韩的领导人，他不是到哪里就是穿那个固定的西装，要不然就是有点穿军装哦，特别在军事的场合，要不然他就会穿他那个皮衣，配他那个公鸡头。哦，但是呢，金主爱的出现的时候，到这几个月跟着他父亲一起有穿军装，也有穿皮衣，这个就代表是哦，他已经开始虽然只有13岁，但已经他进入到只是从领袖的家人进入到第4代接班人。这个意涵就很清楚、很明显的在塑造这种感觉。哦，那尤其这个过程当中还有另外一位女性，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猜测会不会她是金正恩的接班人，就金宇镇，金正恩的妹妹。那金宇镇其实最早在川普1的时候，其实那个时候的川普跟金正恩的川金会的时候，他都有出现过。哦，而且他也那个时候跟南韩有相互动。哦，那可是后来他整个又支持金正恩整个掌控北韩，他穿的就是比较职业套装。哦，那现在金主爱穿的跟他爸爸的领袖风格一样，我觉得那个第4代的代表的接班的精神就已经很清楚的在塑造这个当中。但当然是不是我们就不知道。